嘿，你是不是也喜欢和家人、朋友一起烧烤的欢乐时光？烧烤已经成为许多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悠闲的时光，美味的食物，笑声与欢乐交织在一起，简直是人生中的一大享受。然而，今天我们要谈谈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事实。原来，烧烤食物可能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些悄悄的危害。没错，这其中涉及一个叫做异环胺的小家伙。或许你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但当我们深入了解后，你会发现这个小家伙可不是无害的。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异环胺到底是什么东西。异环胺是一种神秘的化合物，你可以想象它们是小小的、可恶的化学魔鬼，潜伏在你最爱的烧烤食物里面。它们的产生是烧烤过程中的一种化学反应，特别是当食物被火焰熏熏，油脂滴入火炭时，这些魔鬼就开始肆虐了。你可能会问，这些小魔鬼到底有什么本事，让我们对他们如此担心？其实，异环胺可不是好东西，它们被证实与罹患癌症相关，而且也有可能影响我们的呼吸和心脏健康。就是这么可恶。但别担心，我并不是要说烧烤要完全放弃。相反，我希望通过本影片来深入探讨这些隐患，并提供实用的解决方法，让你在享受烧烤乐趣的同时，也能保护自己的健康。还有，别忘了，我的目的是让你对这个话题产生兴趣，并将它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好了，赶紧跟着我一起揭开烧烤之害的神秘面纱吧。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南千水，我将和大家分享各种有趣的主题，包括各种知识或新奇有趣的人事物介绍。我希望这个频道能够为你带来娱乐和启发，并且能够启发你的好奇心和创造力。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的内容，请记得按下订阅钮，这样你就可以及时收到我的最新影片。那我们开始吧。你是不是很喜欢吃烧烤？那你知道烧烤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叫做异环胺的化合物吗？这种化合物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它会对你的身体造成各种伤害，比如增加癌症的风险、损伤 DNA、影响免疫系统等等。那么，异环胺到底是什么？它是怎么形成的？我们又该如何避免它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异环胺是一种含有氮、氧或硫等非碳原子的有机化合物，它们的结构中有一个或多个不规则的环。这些化合物通常具有强烈的臭味和毒性，比如你闻过的硫化氢、氨气、硝基苯等，都是异环胺的例子。异环胺在自然界中并不常见，但在人类活动中却很容易产生，尤其是在高温和缺氧的条件下。而烧烤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你把肉类放在火上烤的时候，肉里面的蛋白质、脂肪和水分会发生复杂的化学反应，产生一些香气和风味物质，这些物质让你垂涎三尺。但同时，也会产生一些不好的物质，比如多种异环胺。这些异环胺主要来自于肉里面的氨基酸和肉汁与火焰或灰烬中的多环芳香碳氢化合物 PAS 发生反应。这些反应需要高温和缺氧才能进行，所以越是接近火源或灰烬的部分，越容易产生异环胺。除了肉本身会产生异环胺外，你还要注意其他因素。比如，如果你用木头或木炭作为燃料，那么在不完全燃烧的情况下，会产生大量的 PAS， 这些 PAS 会随着火焰和油脂飞溅到肉上，增加了异环胺的含量。另外，如果你用油腻或带有酱料的肉类来烤，那么在高温下，油脂和酱料中的水分会蒸发，形成烟熏，这些烟熏中也含有大量的异环胺，它们会附着在肉表面，让你吃下去。最后，如果你不小心让肉烧焦或掉到灰烬中，那么你就更加暴露在异环胺的危害之下了，因为这些部分的异环胺含量是最高的。那么，我们该如何避免或减少异环胺的摄入呢？这里有一些小贴士：选择低脂肪的肉类，比如鸡肉、鱼肉等，并且去掉多余的油脂和皮肤。在烤之前，先用水或醋浸泡肉类，可以减少氨基酸的含量。在烤之前，
先用微波炉或水煮的方式预处理肉类，可以减少烤的时间和温度。在烤的过程中，避免让火焰直接接触肉类，可以用锡箔纸或铝箔纸包裹肉类，或者用双层的架子隔开火源和肉类。在烤的过程中，避免让油脂滴落到火上，可以用水盘或砂盘来接收油脂。在烤的过程中，避免让肉类烧焦或掉到灰烬中，可以用夹子或叉子来转动肉类，保持均匀的受热。在烤好之后，把肉表面的焦黑或带有灰烬的部分切掉丢弃。在吃的时候，配合一些富含抗氧化剂和纤维的食物，比如水果、蔬菜、茶等，可以帮助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和异环胺。希望这些知识和建议能够帮助你更健康地享受烧烤。记住，不要贪吃哦。你知道吗？异环胺是一种存在于烧烤食物中的化学物质，它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严重的危害。但是，异环胺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又有哪些科学家对它进行了研究呢？现在将带你回顾异环胺的发现历程，以及它在学术界引起的争议与讨论。首先，我们要感谢一位名叫伊恩·费尔顿 （Ian Felton） 的英国化学家，他在1970年代首次发现了异环胺的存在。他是一个热爱烧烤的人。有一天，他在自己的实验室里用火柴点燃了一块肉，并用一个特殊的仪器测量了肉上的化学成分。他惊讶地发现，肉上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分子，它有4个碳原子和1个氮原子，形成了一个五边形的结构。他把这种分子命名为异环胺 （heterocyclic amine）， 并发表了他的发现。然而，费尔顿没有意识到，他发现的异环胺不仅是一种新奇的化学物质，而且是一种潜在的致癌物。直到10年后，另一位名叫约翰·麦克拉伦 （John McLaughlin） 的美国生物学家，在实验鼠身上发现了异环胺对基因造成的损伤。他证明了异环胺可以与 DNA 结合，并引起突变和癌变。他把他的结果发表在了《自然》杂志上，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自从麦克拉伦的发现之后，许多科学家都对异环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试图找出它对人类健康的影响。然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异环胺不是一种单一的物质，而是一个大类，包含了数十种不同的分子。每种分子都有不同的特性和活性。而且，异环胺不仅存在于肉类中，还存在于其他类型的食物中，例如鱼、鸡蛋、奶酪等。更重要的是，异环胺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取决于许多因素，例如食物的处理方式、温度、时间、湿度、油脂、酱料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异环胺的生成和消除。因此，在学术界对于异环胺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和观点。有些科学家认为异环胺是一种严重的致癌物，并建议人们尽量避免吃烧烤食物。有些科学家认为异环胺的危害被夸大了，并认为人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减少异环胺的摄入，例如选择低脂肪的肉类、短时间的烹饪、添加一些抗氧化剂的食物等。还有些科学家认为异环胺的影响还不够清楚，并需要更多的实验和数据来支持。无论如何，异环胺的发现和研究都让我们对于饮食文化有了更多的思考和反省。烧烤是一种古老而普遍的食物方式，它不仅能提供美味和营养，还能带来欢乐和温暖。但是，烧烤也可能隐藏着一些我们不知道的风险和危险。我们应该如何平衡我们的口腹之欲和健康之道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和学习的问题。嗨，各位食物达人们，让我们详细看看吃太多烧烤对我们身体可能会造成什么影响吧。先说最严重的，就是食物烤焦时会产生一些致癌物质。这些异环芳香胺如果长期过量摄取，恐怕会提高患癌的风险。所以我们要避免烤太久时产生 chars 和黑色斑点。虽然偶尔吃不会怎样，但还是要注意哦。然后是呼吸方面，烧烤时飘散的烟雾 also 含有异环芳香胺，会刺激呼吸道。有研究显示，长期吸入这些烟气，可能会增加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病变等问题。
所以我们最好避免长时间站在烧烤烟雾中，也可以戴防护口罩。至于心血管方面，目前的研究还没有很清楚的结论，但我们知道，烧烤常用的红肉和肥肉较高脂肪，吃太多可能会增加胆固醇。不过偶尔享用还好啦，配合各种新鲜蔬菜沙拉，也是不错的选择。最后，异环芳香胺也被认为会影响细胞老化，不过这个机制还需要更多研究。但是补充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像是水果、坚果等，应该还是有帮助的。你是不是喜欢吃烧烤？我也是。但是你知道吗？烧烤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叫做异环胺的物质，它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不过别担心，我们有办法可以减少它的影响，让你吃得开心又健康。下面就让我来告诉你吧。首先，我们可以改变一下烹饪方式，比如用微波炉或者水煮肉类，这样就可以减少异环胺的产生。如果你非要用火烤，那也没关系，只要把肉切成小块，或者用酱汁腌制一下，就可以降低异环胺的含量。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在肉上撒一些迷迭香或者大蒜，这些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可以帮助我们抵抗异环胺的伤害。其次，我们要注意安全的烧烤实践，避免吸入太多的烟雾。你可以用电子烧烤炉或者气体炉代替木炭炉，这样就可以减少烟雾的产生。如果你一定要用木炭炉，那也要选择干净的木材或者无毒的木炭，并且保持适当的距离和通风。另外，你也可以戴一个口罩或者围巾来保护你的呼吸系统，不过这样可能会影响你的形象和食欲，所以还是要自己斟酌一下。最后，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做出健康饮食的选择，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和抵抗力。你可以多吃一些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比如蔬菜、水果、坚果、茶叶等等。这些食物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和毒素，还可以提供我们所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同时，你也要避免吃太多高脂肪、高盐、高糖、加工过度的食物，这些食物会增加我们的发炎风险和慢性疾病风险。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还记得我们在这影片里学到了什么吗？我们知道了烧烤虽然好吃，但是也有一些隐藏的危险，就是异环胺。异环胺是一种在肉类加热过程中产生的致癌物质，它会增加我们患上癌症的风险。所以，我们要适度享受烧烤，不要贪吃过量，也要注意选择新鲜、低脂、去皮的肉类，并且用酱汁、香料、水果等方式减少异环胺的生成。但是，我们也不要因为害怕异环胺就完全放弃烧烤。烧烤是一种很有趣的社交活动，它可以让我们和亲朋好友一起分享美食和欢乐。只要我们有了对异环胺的正确认识，并且采取一些实用的方法，就可以安全地乐享烧烤。例如，我们也可以用锡箔纸或竹签来隔离肉类和火源，我们还可以用刷子或纸巾把肉类上的油脂擦掉，以免滴到火上引起烟雾。以上就是我给你介绍的关于安全烧烤与异环胺应对策略的使用方法。希望你能够记住并且实践，让你的生活更加美好和健康。如果你觉得这些方法有用，不妨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让他们也能受益。如果你觉得这些方法太麻烦或者太无聊，那也没关系，你可以继续按照你的喜好吃烧烤，只要你开心就好。毕竟，人生苦短，吃烧烤快乐。